大家晚上好，我是青云老师。那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呢是跟大家讲一个我们这个产品的摆正。因为呢，前面呢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不管是讲分模啊，或者说讲这个滑块、讲斜顶，在讲其他的一些这个模具设计当中的知识点的时候呢，都有跟大家讲到，就是我们去摆正一个产品呢，是我们做所有工作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你拿到一个产品，第一步是去做摆正，而不是做这个 DFM 报告，或者说去分模。那么同样的呢，我们分模之前呢，会有很多步骤需要去做，包括你的滑块、斜顶啊，你的分型面、你的分型线，其实都是在摆正的前提下面。当你确定了这个产品摆正了，那么我们再去取滑块和斜顶，或者说呢，去根据分型线来做分型面。那当然，摆正呢，是我们在整个模具设计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先级的一个步骤。当然，这个摆正呢，也可能会被一些半桶水设计，或者说呢，一些这种半路出家的，对吧？靠自学的，在工厂里面学的，那么这种设计呢，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知识点。那这个知识点呢，也是老师因为我曾经呢，在工厂里面学完出去以后呢，因为摆正这个点啊，就一个点，我面试2份工作都失败，然后呢，都是因为，就是说，其实产品我看上去我能看得出来它的分型面在哪里，但是呢，非常苦逼的就是不会摆正啊，摆不正这个产品。这一节课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其实这个知识点呢，也是我们 VIP 课当中，有去在前期啊讲完我们软件基础以后呢，我们就有讲到一个摆正产品的方法。当然呢，今天呢，先跟大家讲一讲摆正的这个概念，好吧？这个知识点呢不难，然后呢，可以说是我在拿 VIP 课的知识点再跟大家讲，同时呢，也会分享到不同种的方法，好吧？那首先呢，我们先用一个略微简单的案例呢，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摆正的一个概念。那首先呢，大家也知道为什么要摆正，对吧？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产品呢，这样算是摆正的吗？好像是的，对不对？或者我们这样一看，看上去好像是摆正的。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同学们，第一个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要摆正，第二个我们要搞清楚在什么状态下才算摆正，对不对？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为什么要摆正。其实摆正呢，我们在软件当中，在这里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个这个产品呢，它是一个可以说这个软件它是一个360度无死角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点，或者说能够看到这个产品，不管你怎么看，对吧？你去转动，你都能够看到这个产品的每一个细节的位置。而当然，那软件它与生活当中，比如说，那我们把摆正这2个字理解在生活当中的话，同学们应该很简单。比如说你们现在拿的手机，对吧？那同学们，你们的手机现在目前应该只有一块显示屏，对不对？那么它分一个显示屏的那张面，它也分一个显示屏的那个背面。那你在玩手机的时候，你会去拿这个背面玩吗？不会吧，对不对？你们会看那个显示屏的那一面，这是第一。其实第二呢，比如说你倒了一杯水，对不对？啊，你准备干设计了，你倒了一杯水呢，准备要喝，但是一下子呢又喝不完。那这杯水当你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你怎么放？你是斜着放、倒着放、平着放，还是反过来放呢？那么最少我们能够肯定的，同学们就是什么呢？你装满水的那个水杯，它的开口一定是朝上的，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你的开口朝下，这样的话你装的水是不是就会倒出来？那么这个摆正其实在生活当中它就好像是一个常识，对吧？你的电脑显示器、你的鼠标、键盘、手机，包括你的水杯，对不对？那么你在摆到你这个桌面上或桌台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有一种潜意识不会反过来摆，对不对？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桌面可以说是我们摆正这个零件，或者说摆正鼠标啊、键盘呀、你的水杯它的一个基准台，对不对？我们桌面是摆正我们这一个其他零件的一些基准。那在生活当中是这样，那在软件当中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参考来摆的。比如说我们摆正一个产品，我们参考什么来摆呢？参考坐标，这是第一。其实第二，那为什么要摆正？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任何一个我们设计过程当中所设计的这一个塑料的产品，你不管是这个产品的形状是怎么样的，正常上面来讲啊，正常情况下面来讲呢，我们会把产品呢分成 A 面和 B 面。那 A、B 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外观面和非外观面。那外观面和非外观面的意思呢，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简单一点，就是这个零件在生活当中，它装配到其他的一些零件上面去的时候，比如说同学们，我们的汽车，对吧？它是由多少个零件组成起来的？应该是可以说有很多个零件，对吧？我们具体也不知道多少个零件，
它的每一个小螺丝，它的内饰件和外饰件，可以说它都通过什么呢？通过卡扣啊，或者说通过螺丝呢，来把它装配到这一台汽车上面的。那么这一台汽车，我们假设它是10000个零件啊，一台汽车上面啊，我们假设呢，它是10000台零件啊，10000个零件。那么这10000个零件当中呢，它会分一个内外饰件，包括呢，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A、B 面。那么你看得到的那个汽车的，比如说你看得到那个面叫外观面。但是呢，那个零件它会有一个你看不到的那个面，这个大家能理解吗？那么我们也会把它呢叫做 A、B 面，这个是第一点。也就是说，同学们你们要搞清楚 A、B 面，这个更利于你去摆正。那么你的大 A 面和你的大 B 面作为你呢去摆正一个产品的参考。那么这里的话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像这个产品，对吧？摆正以后的效果是什么呢？通过分析形状斜率命令呢，我们选择一个 ZC 方向，对吧？然后呢选择负0.1。在最小值这里呢，选择正0.1，我们把这个正负0.1一分开，我们狂选一下这个产品，那么我们就能够给这个产品的面做一个分析。那么对于面分析这个命令啊，就是这个分析形状这个命令，这个斜率命令呢，不单单是我们去确定分形线、去找到倒扣的一个手段或者说是一个命令，那么同时它也还是去摆正，就是说一个产品你有没有摆正，你不能靠感觉，你知道吧？你说老师我感觉这个产品摆正了，这样不行。我们这个面分析斜率是去检查我这个产品是否摆正的一个命令，也就是说这个命令它在我们拿到一个产品做前期的摆正、打合资料、这个 DF 报告，包括分模取结构，它的这个命令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听课的一些大学生啊，因为你们在大学里面不会学到这个命令，知道吧？然后呢，像这里大家注意啊，那么像现在这种状态的话是摆正状态，对不对？其实我们按 F8， 对吧？我们以绝对坐标摆正，然后在这边再按 F8， 其实这个产品你一看就知道是摆正的，对不对？因为它的这一个红色面，同学们看到没有？它正0.1的颜色和负0.1的颜色呢，颜色均匀，它没有出现说什么情况呢？这里一个红色，这里一个蓝色，这里一个红色，这里一个蓝色，然后一到这边呢又是红色、蓝色、红色、蓝色乱七八糟的。那么这里大家注意，我们的绿色面可以说是中立面，能理解吗？中立面是啥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是红色面，也可以是蓝色面，绿色面是缺乏脱模角度的面。那么在这里呢，同样的呢，同学们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呢？是脱模方向。脱模方向呢是摆正一个产品的前提，而脱模方向呢，这里有同学不知道的吗？来打个1，好不好？脱模方向，同学们不知道的话，我们打个1；知道的同学那就不用打数字了啊！不知道的同学自己主动一点。知道的话，那大家都知道，我就跳过这个知识点，好吧？那么这里的话呢，大家注意，那确定一个产品的脱模方向是如何去确定的呢？同样的，同学们要根据产品的呢 A、B 面来。那么什么是 A 面，什么是 B 面呢？我们就是说，同学们，如果说你基础不是很好，你把它理解这个 A、B 面，你把它理解成这种大面，是吧？能明白吧？你比如说像这个产品上面的这一张面，我点亮的这一张面。这一张面它就是大面，那这张面呢，它就可以说是 A 面或者说是 B 面。那么等一下，同学们，我再教大家怎么来区分这个产品上面的什么是 A 面，什么是 B 面。其实 A、B 面呢，它有很大的一个差别。A 面比 B 面一般会怎么样？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拿这张面，这一张 A 面来和这一边这个 B 面来相对比去比较的话，我们的 A 面一般会比 B 面怎么样？这个有同学知道了没有？没有，对吧？没有 ，OK， 没有的话，那我直接跟大家讲，好吧 ？A 面一般都会比 B 面更光滑 ，B 面的特征会更多。我这里所说的特征，比如说你像这种看到没有？这种金条，对吧？这种金条，当然这种金条它的作用呢，这个它可能涉及到一点点产品设计，这个同学们暂时不用懂没关系。但是呢，以后就是说，如果你做设计的话，同学们你一定会懂，知道吧？就可能你现在。就是说还在学，不是很懂这些金条呢，在产品当中它叫做加强金，也叫做呢骨位，知道吧？也叫做骨位。这个金条在它这个设计到这个产品上面的作用和意义呢，是将我们的产品呢加固。加固呢，就是比如说我整个产品的一个壁厚呢，通常来讲我们的塑胶产品是2个毫米到2.5个毫米左右，对吧？你像这个产品的一个主壁厚呢是2.01744，对吧？我们假设它是2个毫米，那么2个毫米的一个壁厚，这个产品呢，它的长度有多少？从这里大概到这个位置，它有200个毫米的一个长度，是不是？而
果产品的壁厚只有2个毫米，那么如果这个产品上面没有这些加强筋啊，没有这些骨位，没有这些筋条的话呢，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就容易出现变形。这个变形呢，它可能是你装在整个大零件上面的变形，也可以说，比如说这个产品呢，我们通过注塑机生产出来了以后，你放到这个箱子里面，这个产品就变形了。或者说呢，我们我手捏住，从这边到这边，我把它捏住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直接歪掉了，因为我们在数据上面它是直的，对不对？它是直的，对吧？它四四方方的，对不对？但是呢，你的产品如果强度不够的话，那么它变形的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当然这个同学们可能说，就是说你们能听懂就最好，听不懂的这个也先不着急去，不着急着去听懂它，因为我们这一节可能主要是围绕着摆正来讲。那么针对我们目前这个产品而言，因为它现在是摆正的，对不对？我们的 A 面会比 B 面更光滑，特征会更少，因为在生活当中的话，那我就更好看，是不是？对不对？那么像现在同学们，我呢随意的给这个产品我随便给它摆一下，就是说现在同学们我们干啥？我呢乱七八糟给它转一下，对吧？我们来教一下大家如何去摆正，我们实际来操作啊，我们不纸上谈兵。那么像目前这个状况的话，同学们注意，我们现在呢这个坐标是在这里，对不对？我们这个产品一看你就知道是歪了的，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在摆之前，我们还要搞一个点，就要搞明白一个点，就是什么点呢？比如说同学们，我这个产品怎么样才算是摆正了？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我 U 基的这一个桌面在哪里？我得有参考，知道吧，同学们？能明白吧？我得要有一个参考。比如说老师，我们按 F8，它这里是我的坐标是摆正的，对不对？但是我这个坐标我也可以移，知道吧？我这个坐标我也可以随意转动。那么在这里大家有知道的同学回答一下，好吧？我们摆正一个产品的参考是什么？在软件当中，它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好吧？来，有知道的同学我们回答一下，不知道的同学，就搞懂小鲜花，好吧？然后课堂上面如果有 VIP 同学的话呢，一定要展现出来，好吧？装配面呀，这个同学你说的这个装配面，我们在软件当中怎么样才算是摆正呢？你要说 AB 面，我还能勉强接受啊，以 AB 面作为参考。这里有一个说世界坐标的啊，我们这个软件当中，其实这个同学接近什么呢？像这个新同学讲的呢，你说的是摆正产品的方法，知道吧？这个新同学，你说的是摆正产品的方法，我这里问的是我们怎么样才算是摆正了？摆正的参考是什么呢？是对绝对坐标。绝对坐标是一个什么样的坐标呢？其实绝对坐标呢，在每一个 U 级文档里面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坐标。而这个坐标呢，大家注意啊，绝对坐标它只是说是一个位置，它代表某一个位置。那么绝对坐标它在哪里？这个位置在哪里？比如说大家注意看，我把这个坐标移到这里来，对吧？我随便的我给它这里转一下，对不对？我把这个坐标这里转一下，然后这里我也给它转一下。那么同学们，这个坐标叫做什么坐标呢？这个坐标叫做工作坐标，也叫做呢动态坐标。同时在这里大家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呢？你的工作坐标和动态坐标在我们设计一套模具过程当中用的是最多的，知道吧？那么绝对坐标是啥？绝对坐标是格式 WCS， 你在这一个将 WCS 设置为绝对，在这里大家注意看啊，看这个坐标的一个变化。我这里呢利用 WCS 里面的设置为绝对坐标的命令呢，把它设置一下，设置完了以后，坐标直接飞到这里来了，看到没有？是不是直接给它变到这里来了？那么同学们，这个产品的绝对坐标的位置呢，在这里，知道吧？绝对坐标的位置呢，在这个位置。但是呢，在这里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坐标它可以咋样？这个坐标它只是说一个位置，这个绝对坐标它能动吗？比如说当你在按 F8 的时候，它是不是摆正绝对坐标，对吧？不管你怎么转啊，绝对是以最近摆正我们的这个绝对坐标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摆正一个产品呢，是依据什么来？依据绝对坐标来，因为绝对坐标它是每一个 U 级文档里面呢绝对不动的，是不是？这是第一。其实第二呢，我们接下来再要讲的呢就是我们刚刚有一个同学其实有点心急了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呢去摆正这个产品？其实同学们摆正一个产品呢，对于大家刚刚在学的话，同学们我们会有就是说会有各种方法去摆。
但是呢，课堂上面有做设计做了1、2年的吗？有没有？就是或者说1、2年以上的可以打个1，好吧？现在老师我已经做设计了，对不对？可能做设计1年了、2年了，对吧？有这种同学吗？有没有？啊，没有，对吧？大家都还在学，是不是 ？OK。我这里所讲的去摆正一个产品的方法呢，可以说呢，它都是最古板的，又或者说呢，是需要我们有一定的经验的。啥意思呢？就比如说这个产品，你去摆正它，那么我会教大家，比如说像咱们找平面呀，找这个装配位呀，找这个 BOSS 柱啊，2等分的方法呀，对吧？找我们的虚拟曲线呀，等等之类的。那么但是呢，摆正一个产品其实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你要把这个产品呢旋转，对吧？你这里给它旋转大概到这个形状，是不是确定 ？OK。然后呢，这一边再旋转，对吧？我把它呢，把这个产品给它掰过来一点，是不是掰成这样？然后呢，同学们，我们这个产品呢，再给它来掰到这一边来一点。但是同学们，大家要想，我现在是不是大概摆正了，对不对？这个地方差不多是四四方方的了。但是我这样子去旋转，我旋转到哪一天去呢？对吧？是不是？我没有一个可靠或者说精准的旋转的角度。我光靠旋转的话，同学们，如果说你已经能够光靠旋转这一个命令就能摆的这一个产品了，那么同学们，你要么就是跟着我学毕业了的，你要么最少得在公司里面做3年的设计以上。这个我跟大家讲的很现实啊。你要么就是我带你出去的，我教你怎么去。就是说用旋转来摆正，就是不通过任何特征、任何的这个参考面去摆正。你要么你在公司里面，你干了3年，你要还摆不正，同学，这个行业可能不合适你啊，知道吧？那么这里呢，我先教合适同学们你们的方法。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的很直接啊，就是对于新手而言来讲，我们去依赖于产品上面的面特征去摆正会更好。但是对于一个老手来讲，根本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操作，知道吧？那么首先呢，同学们，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命令呢，第一个方法呢，叫做找平面。找平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找到这个产品上面的一个平面。那么在这里大家要搞明白一个点，就是当你摆正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得先有一个什么呢？啊，同学们，举个例子。像前一段时间网络上面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出来玩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我叫你出来玩最重要的是什么？同学们，你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有没有钱，对不对？没钱你叫我出来玩个屁，是不是？但出来玩最重要的是你得先出来，对吧？有没有钱都先放到一边，你出来了，我们可以玩一点不要钱的活动，是不是？对，没错，你出来玩最重要的是你要出来，你不出来那怎么玩，对吧？然后我们摆这一个产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得有一个产品，是不是？对不对？你没有产品，那我摆正什么？能明白吧？能理解吧？那么我们当有产品，这个产品的一个面、一条线、一个点、一个特征，都能成为我们摆正这个产品的呢参考。这个同学们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那么这个产品上面的，比如说我们第一种方法叫做找平面，对不对？那么这个平面我怎么找？比如说，老师，这张面是平面吗？这张面是平面吗？这张面是平面吗？就算这张面是平面，那这张面摆得正这个产品吗？在我们找到平面去摆之前，我们都不能确定。就比如说你去找个女朋友，对吧？你碰到了一个女的，你很喜欢她，你能确定她喜欢你吗？你确定不了，对不对？你得去追，你得去搞，是不是？那么同学们，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呢先找平面，对不对？我们怎么找平面呢？利用我们格式 WCS 里面的定向命令啊，这个命令格式 WCS 定向，然后呢在定向的这一个命令的类型这个位置啊，我们将类型改成自动判断。自动判断这个命令呢，它能判断出来平面，就是说这个面是不是平面，你这个鼠标放在这个上面就知道。这个面看到没有，亮了，这个面就是平面。你比如说你鼠标放到这里，这个面亮吗？大家看一下，这个面亮不亮？不亮。这个面亮不亮？亮。这个面亮不亮？亮。然后呢，我们放大这个面亮不亮？不亮。其实同学们，这个面一看就知道是个圆角，对不对？这个面一看也知道是一个圆角，但是这张面是不是平面？这张面是不是平面？其实我们是不能就是说100%确定的，对不对 ？OK， 我们直接呢就利用这个自动判断的命令呢，将这个坐标啊，将我们的动态坐标呢摆到我们能识别的这一个平面上面来。OK。那你将坐标摆过来了以后呢，现在大家注意，我的这个坐标是对准这张平面的，对不对？那么
OK， 现在平面找到了，我接下来再要做的第二步就是我要确定是我这个，就是说我要确定我找的这张平面，对吧？它能摆正这个产品，对不对？它能不能摆正？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不能靠感觉，你得去操作。怎么操作呢？那么在这里呢，同学们，我们编辑里面找到移动对象，这里这个移动对象呢，其实它的作用非常大，包括变化啊。其实这个UG 4.0 和这个 8.5、10.0、12.0 的版本差异很大。这个移动对象呢，这个里面它所指的这个对象就是工件，工件所指的就是面、点、线、坐标系或者说产品。这个对象，同学们不要想多了啊，不要搞多了，不是你的异性那个对象啊。那么这里我们找到移动对象这个命令以后，我们将运动方式呢改成从坐标到坐标 CSYS 到 CSYS。那么我们要移动的对象这个位置是什么？同学们，我们要移动的对象是产品，对不对？因为我要摆正产品。然后呢，我们的运动方式呢是从一个起始坐标再到一个终止目标坐标。那么这里同学们我只问大家，就是我们的目标坐标是哪个坐标？起始坐标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起始坐标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这一个动态坐标。那么我们的这一个终止目标坐标是一个怎么样的坐标呢？同学们，我们的来，非常棒，非常棒啊！没错，绝对坐标。为什么是绝对坐标呢？因为我们摆正一个产品的参考是什么？我摆正一个产品的参考前提不就是绝对坐标吗？对不对？绝对坐标是在每一个文件当中绝对不动的，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终止点一定是绝对坐标，对不对？那么在这里我们选择绝对坐标 ，OK， 确定。然后呢，我们再确定，确定过来了以后，它就一定是摆正的吗？没有，不确定的。我就是说，我现在我也不能确定，对吧？那么首先我们通过格式 WCS 找到我们的设置为绝对，将动态坐标系先设置到绝对坐标系上，然后呢分析形状斜率，对吧？你有没有摆正？其实我们去分析一下就知道，对不对？我们选择 GC 方向这个朝上的脱模方向坐标，确定。确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产品的大 AB 两面，确定颜色没有错乱相交，就证明我们找的面是对的，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呢，讲完这种方法以后呢，零基础同学各位大哥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你找的平面不一定就一定能摆正，知道吧？这句话大家记住了没有？比如说，老师，我用这个格式 WCS 定向，对吧？我找到了一张平面，对吧？那为什么我这张平面摆不正呢？同学们，它就一定能摆正吗？在这里我跟大家有强调过什么呢？就是你所找到的这个产品上面的平面，它并不是说100%一定能摆正，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记不住这句话，你记住一句什么话呢？你找的那个对象，你喜欢他，他不一定喜欢你，你得去追他，你得去搞他，明白吧？一个道理。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是说，老师我的人品比较好，对吧？我找一个面我就摆正了，是不是？那当然，我这个产品这个脱模方向 A 面，对吧？ B 面颜色是正的，是不是？那我们再按 F8 看一下，怎么感觉还是歪的，对不对，同学们？我们设计的出来的模具感觉都是四四方方的吧？没有说一个什么产品它搞出来它是歪的，对不对？那么我们随便打开一套模具看一下都能知道，是不是？我们随便看一套模具，这一套，这个产品在模具里面它没有说是歪的，对不对？它都是这种四四方方的，是吧？你比如说像这个产品，对吧？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是四四方方的吧，对不对？在这个模人里面，在模具里面，它没有说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吧？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注意，我们摆正一个产品呢，通常会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什么？摆正产品的脱模方向。第二步呢，是摆正产品的 XY 方向，也就是说它的横方向和竖方向，这个能明白吧？还有呢，大家要注意，脱模方向我们默认成 ZC 方向，知道吧？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在做设计的同学来打个1看一下。有没有已经搞设计了？你可能是学徒，这个没关系啊，只要你平时上班是拿着电脑在那里噼里啪啦的就行，知道吧？有这种同学吗？来，有的话我们打个小1，好吧？应该有吧？做设计学徒的，对吧？或者说半个小师傅的，或者说已经做师傅了的，应该有，对吧？终于有2个啊，终于有2个同学。那么这里呢，其他还没有进入到设计行业的同学们注意听，好吧？我们这个行业，比如说这是一套我们设计好的模具，对不对？那么对于绝对坐标和这个动态坐标，我们在一套模具当中的我们行业潜规则和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GC 方向会是脱模方向，我们的绝对坐标会摆放在这一个模具的中心点，知道吧？我们这个就是说绝对坐标的位置，我们会把它这个位置呢
控制在我们这一整套模具的中心，会将它的 GC 方向朝上。但是同学们大家要注意，这个坐标是怎么样？你能转动，对不对？你想这样转就这样转，你想这样转就这样转，你想转下来就转下来，你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但是同学们，这个 GC 方向为脱模方向和坐标摆放在模具的中心位置呢，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潜规则，知道吧？潜规则这个大家能明白吧？但是呢，这个它一定的吗？不一定。比如说你那个公司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上班，你想怎么摆就怎么摆，知道吧？你要不开心了，你把它摆到右边去，我放都不放在这里面，能不能行？也能行，知道吧？但是呢，同学们，一个设计的那种厂很难有发展，只能够成为我们的过渡。比如说我刚刚学完设计出去，对吧？我急需一份做设计的工作，我要把我学的那些东西来赚钱，那我们可以接受，对不对？我有了一定的这一个实战经验了以后，我再慢慢的去换更好的厂，是不是？那么这里呢，大家注意，这个 XY 方向那又怎么摆呢？同样的，首先呢，我们可以简单粗暴一点，利用这个移动对象，对吧？我直接就在这里给你旋转，对吧？这里旋转个5度10度，对吧？这样子摆，确定。好像还不正，对吧？那我再旋转一点点，是吧？我在这里旋转啊，这里旋转，是吧？我摆 ，OK， 差不多，对吧？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反正感觉还是歪的，只是说呢，已经差不多要摆正了，那怎么办呢？其实同学们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有一天，当你能够靠旋转就能够摆正一个产品的，那你一定很牛逼了，知道吧？能明白吧？那你一定很牛逼了，能明白吧？知道吧？那么这里呢，大家注意，怎么才能够正儿八经的去摆正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呢？要利用特征，什么特征呢？利用这种产品上面的，比如说，这一条线或者说这张面跟这个线，看上去好像是呈90度，分析找到测量角度，对吧？第3个命令分析测量角度，不是测量距离将测量角度的参考类型这个位置，这里改成对象，这里改成对象，这里不要用什么特征和轴量，知道吧？这里我们直接用对象不要用其他的，选择什么呢？选择这一条线 ，OK， 再选择我们这边的这一条线，同学们90度，对吧？90度的话，那我们的 X 方向和 YC 方向这里是多少度？这里它是标准的90度，知道吧？标准的90度一定不动的。双击这个坐标将 XC 方向呢约束到这条线上，你在约束这一条线的同时，你的 YC 方向这个方向呢就会跟着走，确定。确定完了以后呢，像现在同学们就基本上我坐标又对上我的产品了，再一次利用移动对象 ，OK， 选择从坐标到选错了，从坐标到坐标，然后起始坐标为动态坐标，终止坐标为绝对坐标，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完成了一个摆正。那么将这个坐标移完过去，把这个 XC 方向也移正以后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呢，格式 WCS 将坐标设置为绝对。第二步呢，我们分析形状斜率。在这里大家要注意，我们摆正这个产品一共摆了2步，第一步是摆脱模方向，第二步是摆 XY 方向。那么你摆完第2步以后呢，一定要检查你摆第2步的时候有没有影响到第1步。所以说呢，我们再给它检查一下，同学们摆正了，对吧？是不是摆正了？我们按 F8 这边是正的，我们再按 F8 这边也是正的，是不是？那么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一种方法讲到这里，没问题的话，我们就讲另外一种方法有问题大家可以提问，命令没有看懂，思路没有搞明白，或者说呢是这个方法还有一点点疑问的都懂了的话，我们就讲一遍就过了，好吧？我们来讲第2种方法。我跟大家讲的这几种方法呢，都是演变过来的，知道吧？像这个同学讲到了，他说直接用焰绣外挂，其实对于焰绣外挂呢，它也可以摆正，但是焰绣外挂的这个摆正的功能呢，它只有一个，就是摆正实体。在这里，摆正实体呢，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平面，或者说第一个要摆正的对象，第二个要对齐的面，知道吧？其实焰绣外挂呢，这样子跟大家讲的，就像大家玩游戏吧，对吧？玩吃鸡或者英雄联盟或者说各种游戏，对不对？现在这种流行的网游外挂呢，它有那种自瞄透视，什么锁头锁甲，同学们，外挂它始终是建立在这个软件的前提上。如果说大家基础不是很好，刚开始学 UG， 我不建议大家过于的依赖这个外挂，好吧？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刚开始学或者准备学，
或者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了，我不是很建议大家的是过于的依赖这个外挂。外挂要学，但是不是你一开始要学的那个点，好吧？可以吧？我这么发自内心的这个提醒和这个劝告，同学们竟然就不为所动，这个就有点尴尬。哎，对了嘛。欢迎后面进来的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青宇老师，好吧？我是青宇老师，然后呢，大家觉得我的课不错，听得懂，对吧？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听得懂，好吧？你听得懂，觉得有意思，那么大家呢可以帮我推荐一下，帮我呢刷刷小鲜花，点点赞，好吧？非常感谢各位。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个产品，比如这个产品，对吧？同学们，这个产品看上去难吗？不难，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呢用第一种方法摆，比如说同学们，哎，老师，我们呢是找平面摆。如果说那个产品上面没有平面，那怎么办呢？对吧？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做个假设啊，我假设这个产品上面我们格式 WCS 找到定向，对不对？定向我们到这个上面来试，是吧？看到没有？你坐标放在这个上面没反应，看到没有？是吧？到这里看到没有？这里都不行。为什么说这里没有一个面量？同学们，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上面它根本就没有一张平面，你知道吧？同学们看到没有？对不对？然后现在这个产品是摆正的吗？我们先将坐标格式 WCS 设置为绝对，然后分析形状斜率，我们以 GC 方向，对吧？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产品，同学们，你看这个产品是正的吗？对吧？这里红色、蓝色、红色、蓝色，对吧？这个地方蓝色，乱七八糟的这种颜色，看到没有？对吧？看到没有？对吧？这里蓝色、红色、蓝色、蓝色、红色、蓝色，对吧？这里红色、蓝色，这很明显，就这种产品是一定没有摆正，知道吧？因为它的 AB 面这一边的这张大面和这一边的这张大面颜色不一致，错乱了，相交了。所以说我能肯定的是这个产品没有摆正，因为我们的大 AB 面颜色不一致，它们脱模方向是不一致的。那么我确定这个产品没有摆正，我就要摆正，对不对？那同学们咋摆？格式 WCS 你定向，我们就用第一种方法摆，对不对？是吧？这个东西很简单，同学们，我在这里上课，我教大家如何去泡一个18岁的女孩子，但是呢，你偏偏要去泡一个24岁的女孩子，这个东西它不一样，知道吧？但是呢，我在教你泡这个18岁的女孩子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你说老师，我女朋友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子24岁了，那怎么办？那肯定也有方法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像现在这种情况，我产品根本就没有一个平面可言，那我怎么办？那么这里同样的，我们要找面。这个找面呢，我们第一种方法叫找平面，对不对？第二种方法叫找面。这个找面，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它的范围就比较广了，对吧？我只要4张面，我都能试一下，对吧？我能不能用这张面试一下？可以。能不能用这张面试一下？可以。那么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我们在这几张面当中，在这个表面这个位置当中，我们会选择哪张面呢？作为能够摆正这个产品的一个假设，或者说一个参考。同学们来，有没有同学知道的？就是这个人要需要有一点点经验啊，如果没经验不知道的同学也没关系，好吧，我会讲。来，我们有做设计的孔的面，哎，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正在所有同学，这个非常不错。就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这种设计师，像这个产品上面它没有平面，我们呢也要去找一张面的话，我们一般会找什么呢？一般会找这个孔的这张面，知道吧 ？OK， 我们双击这个坐标。你不管3721，你知道吧？你先把这个坐标你给我摆到这里来，然后呢选择 GC 方向，再选择这张面，让 GC 方向呢对准这张面，对吧？就是我们选择 GC 方向，再选择这张面，那么这个坐标就对准或对齐了这张面。确定完了以后呢，同学们能不能摆正？这个面它一定能摆正吗？不一定吧，对吧？能不能摆正？不一定摆正。归根结底，我还是说只是一个假设。像这种情况，我们咋做呢？同学们在这里注意看啊，我们呢，你现在产品是歪的，坐标也是歪的，你不要先去移动，知道吧？你先分析形状斜率，
对吧？我们把这个参考轴梁改成 ZC， 这个 ZC 方向看到没有？这个是 Y 的啊，确定。那么同学们，现在这个位置能摆正这个产品吗？能不能摆正？啊，同学们回答，是不是可以摆正的，对不对？但是我现在摆正了吗？我这个产品还没有摆正吧？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操作呢？这个操作跟我们上面那个方法讲的不一样，对不对？上面那个呢是我们第一种方法找平面呢，是找到了平面，我就移动对象，我就去摆，对不对？摆完了以后，我再来分析摆不摆得正。而这种方法我们是直接怎么样？这种方法我们是直接先确定我找的这张面能摆正啊，我再移动，对不对？比如说现在我确定了这个面是能摆正的，那么我们移动对象，是吧？起始坐标是我们的动态坐标，确定。然后目标坐标是我们的绝对坐标 ，OK， 确定。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摆到这边来了，对吧？然后我的坐标在这里，大家看一下，我坐标其实还是 Y 的，在这里，对不对？没关系啊，没关系。坐标的话，我可以通过这个设置为绝对的这个命令，我就可以把它摆正，因为毕竟坐标只是参考摆正的一种工具，我们移动的是产品，坐标只是参考移动的一个对象啊，一个工具。然后呢，我们格式 WCS， 再把这一个坐标设置为绝对坐标，然后再分析形状斜率，选择一个我们的什么呢 ？ZC 方向，确定。你确定完了以后呢，这个产品呢，这个方向是摆正的，对不对？那这个方向呢，它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好像也是 Y 的。那么首先，同学们，我们看这个产品，你去测量角度。这一条线，它跟这一条线，它会是90度吗？你测都不要测量，你知道吧？看到没有？它这个线就这个，你这个样子，你觉得它你觉得它会是吗？能行吗？对吧？然后既然那里不行，我换个地方，对不对 ？OK 啊，我换成了这条线跟这条线，对吧？89.9371度也不行。那么同学们，这种假设，比如说啊。比如说啊，我一个产品上面我根本就没有那种呈90度的特征，那我又怎么办呢？对不对？那这咋办？对吧？我根本就没有这种特征，很简单，我直接用旋转的这个命令，对吧？我就是直接用这个动态坐标，我这里转。对吧？我先给你转过来，对吧？大概转成这样，转多了我就可以把这个看到没有？这里有个捕捉，我把捕捉改成2度，我在2度一个旋转对象，确定。确定完了以后，同学们，这个产品呢，在这大家注意啊，我们大概去摆正了就行了。就是说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大概给它摆正，然后呢，用这个鼠标十字光标，你去就是说这个光标知道吧？这个光标它这里是呈90度的。我们去比对一下，比如说，哎，感觉还不是很正，再转一点点，是吧？再用这个动态坐标呢，我们再给它转过来那么一丢丢，对吧？2度、3度、4度，是吧？你不要转多了，因为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可以说就是微调，你没有说能够100%的就一定能够把它转好，能明白吧？这里转多了，对吧？这里转多了，那么再转到这边来，确定。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正的，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对于这一种产品而言，我们能做的只是什么？啊，同学们，我们能做的只能说是把它尽可能的，看到没有？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尽可能的去对准这个十字光标，对不对？其他的我做不了，是不是？能明白吧 ？OK， 那这一种方法我们就讲到这里。其实这种方法呢，是我们第一种方法的升级版，知道吧？这种方法是我们第一种方法的这个升级版，能明白吧？将轴与矢量对齐，然后呢，用里面最长的那条线，然后呢，找孔里面那个线和 X 轴呢来对齐。啊，你是说这一条线是吧？这一条线对不对？啊，这一条线，它如果不是，就是说它可能是它对齐 XC 方向，但是如果说这条线它是这样子斜的话，就会改变我们的脱模方向，知道吧？好吧
啊，这里我没有时间给大家去证实用这个命令做，用那个命令做，好吧？可以吧？你们如果说有基础、有兴趣的话，下课以后可以找我来要案例，知道吧？你们自己去练一下，我不能说你们要我怎么做我就去怎么做啊，对吧？毕竟这堂课我还是大哥，知道吧？你们是小弟，能明白吧？好吧？只能说我这个方法行的，明白吧？然后呢，像你们这两个同学讲的找孔的这条线，然后将轴与实量对齐也行，前提是你就是说你只要能够摆出来我这个效果就行了，或者说摆的比我的更好，那就更好了，明白吧？好吧？行吧？就我这里就没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这个，去纠结这个，好吧？然后接下来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这种方法，有没有哪个命令或者思路方面不懂的？其实我真的是讲的比较慢的啊，因为这个摆正的课呢，其实我很少讲，因为这个你天天讲没什么意思，知道吧？明白吧？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换一种方法了啊。没问题的话呢，我们就要换一种方法。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呢，我记得刚刚有一个同学讲过，它叫做找装配位，对吧？有一个同学就是说，这个找装配位，其实他那种方法呢，不合适于零基础同学，知道吧？零基础同学他知道什么是装配位吗？啊，他根本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方法呢，我们先跳过，我们讲一种大家能听得懂的，好吧？能接受得了的，听不懂，尴尬了，对吧？你来听了多少节课了？啊，听了6节课了，啊，还听不懂摆正，对吧？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摆正？啊，对于为什么要摆正的概念，以及我们摆正所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点呢？其实我一开课就跟大家讲过。然后呢，同学们，你们如果真的想学设计的话呢，就大家稍微早一点来，好吧？我们一般是8点钟就会开始正式上课，知道吧？然后呢，我们越是就是说，像我们8点钟，就是说我们越前面的，我就会讲的越简单越入门，越到这个后面就讲的越难。比如说我9点钟讲的知识点和我8点钟讲的知识点就是一个天一个地，能明白吧？我8点钟讲的知识点是为了9点钟的知识点做铺垫，能明白吧？所以说你们如果说大家基础不是很好，对吧？然后呢，有些同学是做钳工的、做加工的，只是说没有一个软件基础的话呢，那你们可以稍微早点来。如果错过了的话呢，可以找我们这边的老师，找客服要我们这一个，就是说要我们就是这节课的录播，好吧？可以吧？因为我们的课是定了8点钟开始，讲到9点半到10点，我们就下课就结束了，知道吧？所以说你们呢，想学设计的，想做设计的，就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就不开玩笑，对吧？不是说是一个什么爱好，或者说没事的时候来听一听的这种同学，那你们下课以后就可以找录播啊，不找客服要录播，然后这个录播也是免费的，直播也是免费的，好吧？这个大家呢就不用担心产生什么费用，也不会让大家让这里去交几块钱，那里去交几块钱啊，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第3种方法。其实前面这2种方法呢，都是可以说就是说一种最普遍或最简单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第3种方法呢，它叫做找虚拟曲线。虚拟曲线呢，也是我们找这个 BOSS 柱的一种这个方法。但是呢，我并不用一个 BOSS 柱来跟大家讲。比如说同学们，像我们讲的第一个案例一样，其实第一个案例摆正这个案例的方法有很多啊。我们比如说找这个平面摆得正，对吧？我们其实找这个柱子，这个圆柱的中心线呢，也摆得正这个产品。然后这里的话呢，我呢还是来教一下大家如何利用找 BOSS 柱，或者说呢找这个圆弧面来摆正一个产品。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产品啊，在这里的话呢，我多的我就不讲了，我只能说同学们，我假设啊，我们呢假设这个产品呢没有一张面是能够摆正这个产品的，不管是平面也好，或者说呢弧面也好，知道吧？我们就是说，我们假设这个产品上面这张面能摆正产品吗？不能。这张面能摆正产品吗？不能。这张面能摆正产品吗？也不能。反正这个上面的面，你去找平面，它就摆不正，知道吧？它就是摆不正，明白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有第3种方法，我们就必须先把前面的第1种找平面，第2种找面的这2种方法能 pass 掉，因为这个世界上面，这个社会上面，我们这个行业里面一定有这种产品，对吧？这个产品它根本就没有说平面，也没有一张面是能摆正这个产品的，那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得有其他的方法，对不对？知
对吧？你不能说你这个女孩子追不到你就不追了，你说老师妈的这个月不是我们的这一辈子都打单身，对吧？我就非她不娶了，这个没有必要，知道吧？能明白吧，同学们？可能年轻的时候你17、18岁、15、16岁、18、19岁、20岁的时候呢，可能会真的有那一种就是非她不娶的想法。但是呢，你年纪大了以后呢，就像老师我以前不想要小孩子但是现在好像妥协了真的。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通过虚拟曲线来摆正这个产品。首先第一，我们将坐标设置为绝对坐标，然后呢，先分析形状斜率，知道吧？我们分析形状斜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一定要注意你的坐标是在绝对坐标上面然后呢，我们框选一下。其实这个产品的同学们他肯定没摆正但是呢，我们也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摆正了吗？没摆正吧？对吧？这个颜色有点小乱吧？对不对？大家看一下吧，看到没有？就是说这里的面一直到这个位置的面都比较好。你一看到这一边呢，同学们看到没有？这个颜色就比较乱了。再翻到这边呢，那这个颜色更乱，对不对？其实没有摆正没关系。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摆正因为可能一开始就后面可能进来了几个同学，8点半进来的同学呢，我们打个2，好吧？可以吧？打个1、2、3、4、5、6的2，好吧？对于摆正这个知识点呢，老师我是在工厂里面将近做了3年到4年的学徒，知道吧？就是说我成为一个小师傅之前，我干过很多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知道吧？但是呢，是模具这个行业，什么火花机什么 CNC 什么车模铣钻钳工对吧？当然都是做学徒然后呢，做设计学徒。我在做设计学徒之前，我做了将近2年的这种车间里面的学徒。然后呢，我后来我做设计学徒做了也是将近2年的时间的时候呢，我就换了一份工作。我不是说换了一份吧，那个时候我想换一份工作。然后呢，我去面试了2个厂。现在我都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年纪比较小，就只有20岁，就是20岁刚刚出头的样子，最多不超过21岁。然后呢，我去一个公司里面面试，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我算是比较，就是说对于这个软件或者说对于这个设计行业呢，就是说我算是一个比较好学的。然后呢，因为我在这个行业也工作了这么久，其实我自己积累到了一定的经验。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去面试第一份工作，我摆不正一个产品，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摆不正，同学们你们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吗？就好比说他给你的是一个这样的产品，对吧？他产品是歪的，同学们，就是说你眼睁睁的能看得你心里面知道它的分形线是在这里，知道吧？你心里面是知道它的分形线在这里，但是呢，你摆不正这个产品，它就不方便于你去拉分形面。半个小时以后我果断放弃了。我说，其实这个产品呢，结构我也知道怎么做，就是说结构怎么走，然后那个分形线怎么走，我都跟他讲了，就是我都跟那个主管讲了。那个主管他可能也觉得很可惜，就是我直接跟他讲的，就是我说我摆不正这个产品，我直接跟他，因为半个小时以后我左摆右摆上摆下摆，我左转右转上转下的，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也比较紧张，就是可能心理作用也有一部分。但是我跟那个主管讲的，我确实我说摆不正，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的分形线在哪里怎么走，结构在哪里怎么走，我可以分析给你听。也就是同学们，我当时到达了一种什么状态？我不用摆正这个产品，我就已经是知道怎么样。我不用摆这个产品，我都已经是知道这个产品的结构在哪里，分形线在哪里了。这足以代表我是怎么样？我不是一个什么，就是说一个什么水货，或者说你确确实实是一个在这个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对吧？但是呢，很尴尬，你知道吧？那个时候其实我学设计，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学的呢？因为对于我而言，就算是做设计学徒，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做了将近1年多2年的这种工厂里面车间里面的学徒，其实我并不想做，但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毕业以后，别人介绍给我的，他就是那种加工的工作，就是那种钳工的工作。跟我一起毕业的，他干了1年多的学徒，这个设计学徒，他比我这个干了1年多在车间里面的学徒，他懂得比我懂得还多。这个就最难受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就我自己做设计学徒以后，我非常的珍惜。我一没有事，我就站在别人后面，我看着别人做，对吧？然后呢，当然同学们，我自认为我的情商是比较高的，我不会盯着一个师傅老是在那里问，哎，你这个命令是怎么用的？哎，你这个命令是咋用的？我怎么不知道用？哎，你这个命令用的好溜啊，牛逼，对吧？
哎，我就隔三差五的我问一下，这个问一下，那个问一下，因为你盯着一个人问，同学们，别人不烦才怪你，对不对？别人跟你非亲非故的，对不对？是吧？你又不是个女孩子，对吧？你要是个女的，哎，别人还想调戏一下你，是不是？你是个男的，你真的就同学们，你不好学，在工厂里面，别人有别人的，就是别人他有别人的这个师傅，他有他的工作要做，是吧？知道吧？当然我也碰到过那种什么呢，就是也是做设计学图，那个时候我在做2D绘图员。比如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让我标一个滑块，我不会，我去问啊，那个人他说我不要你标了，他说我教你标花半个小时，我自己标3分钟，我为什么要教你标呢？就这个，就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比如说那个主管他安排了，他说你帮我把这个滑块的2D 图出一下，对吧？然后呢，因为我不会嘛，对不对？我就去问那个师傅，那个师傅他其实他是我的老乡。甚至可以说他是我的师兄，我去问他呢，他直接说，啊，他说你这个，因为我确确实实是什么都不会啊，就是说我连哪里要标哪里不要标我都不知道，我就问他，他说算了，我自己标吧，他说我几分钟我就能标好，他说我教你标，我还要就我得花半个小时教你，你还不一定听得懂，我几分钟我自己就噼里啪啦给他做完了，我懒得跟你讲，对不对？这种就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好吧？当然这里讲到了一点点题外话，反正就是说，摆正这个知识点呢，在这里只是想告诉大家它的一个重要性。我后面又有一份工作，又没面试上，又是因为妈的摆不正。但是那个产品是确实有难度，知道吧？它是一个汽车上面的装饰条，那个装饰条呢，它是那种圆的，你知道吧？我左摆右摆上摆下摆。摆不好，后来呢，那个主管呢比较好，他说我换一个简单的产品给你，那个产品确实是有难度，知道吧？他说我换一个简单的产品给你摆，那个简单的我摆正了，模也分开了，知道吧？那个简单的我摆正了，模我也分开了，真的。就所以说同学们，其实在这种摆正的课在公开课上面会讲的很少，但是在系统班里面呢，在我们的这个系统课程里面呢，会着重的讲到4种摆正产品的一个方法。我希望各位呢，就是这一节课你能够把它重视下来，好吧？就是后面进来的同学也好，就算你听不懂，包括刚刚有一些同学做钳工的，对不对？其实做钳工的你来听课就是学个软件，但是摆正像这种知识点你不懂没有关系，因为这种就是说你摆正一个产品，我教大家5种方法，但是摆正一个产品它需要几种方法呢？它其实只需要1种方法就能摆正一个产品，对不对？我教大家5种方法，再加这个外挂，对吧？包括其实课堂上面有没有加我千云老师我的微信，有没有加过的？这几天出去面试呢，找了个6000块钱的工作，全是行位，还有前模斜顶，分不出来，能直接走容了。啊，6000块钱1个月，你说的这些得要会做才行，好吧？得要会做。这个就是说你像前模斜顶、行位这一些啊，就是6000块钱你必须得要会的。但是你这个东西，如果你只要4000块钱1个月，你不会可能没关系，知道吧？如果你只要4500块钱1个月，你不会这些行位啊，或者说这些什么前模斜顶的，这个没关系，知道吧？这个你不会没关系。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到，其实这个产品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一种方法呢，就是既不是我们这一个找平面，也不是找面，我们是找什么呢？是通过一个这个命令，也像那个自动判断的命令一样，我们在插入的来自体的曲线里面找到抽取虚拟曲线，然后呢将类型改为旋转轴，知道吧？听了8节课了，你可以考虑跟我来学，知道吧？这个 YX 其实我看到你很多次了，你可以就是说，如果说啊，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个家境贫寒的同学，就是如果说你学费不是很充足的话呢，你可以分期。如果说你对你自己的基础比较的放心或者比较扎实的话，你可以只学我们的第3阶段，知道吧？这样的话学费基本上就少了1半，好吧？然后呢，同学们，你们想学设计的呢，等一下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好吧？现在的话呢，我先把这个产品的这个方法先跟大家讲完，可以吧？有没有直接分模的教程呢？有，知道吧？有。第1阶段就是只讲分模，然后呢，我们第3阶段是什么呢？第3阶段是实战班，
讲的就是像刚刚这个同学讲的什么四面航位、前模鞋顶、200模、300模、热流道、DFO 报告改模，知道吧？但是呢，我们第3阶段的课程不是每个同学都听得懂、跟得上，你没有基础的同学你很难跟上的，知道吧？比如说你连个命令都不怎么用的不怎么好，或者不怎么会用，是吧？这种产品你都摆不正，你就我这个同学们我也跟大家讲的很实在的啊，你第3阶段呢不计10有8九你就跟不上，因为第3阶段的那个阶段的课它不讲基础，你知道吧？基础我们都是前面2个阶段讲，第3阶段我们就是它为什么叫做实战班呢？就是实实在在我们课堂上面讲的这些案例就是工厂里面生产过的，我们授课的模式，我们对这套模具的一个设计有分析，就是公司里面万用的。也就是说你学完这个阶段的课程毕业以后就能够直接在公司里面上班，能够就是能与这几个公司呢这个模具厂能够直接接轨的这种课程，就你学完了以后你马上就能用，或者说你已经在做设计了，你正在学，你就能立马就用，能明白吧？所以说这个阶段呢，你首先得有基础，你的基础还不能说是那种三脚猫功夫都不行啊，能明白吧？得扎扎实实的有基础，好吧 ？OK。这个你们等一下好吧？你们要有兴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做一个我们课程的详细介绍，行吧？我们先跟着这个位置来。没有声音了吗？有声音啊！你那里没声音了，可能是你要退出重新进一下，明白吧？然后这个旋转轴呢，其实这一个命令在这里大家注意啊，这个命令呢它就是找那种规则的圆角面。比如说你像这是一个圆角，对不对？这是一个圆角，这是一个记住啊，规则圆角。规则圆角和不规则的圆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通过测量，比如说你像这张面对吧？这张面是27.073，对吧？然后你到这里来呢是27.609，你鼠标放到这里来呢是27.773，然后你再测量这张面对吧？这张面是26.589，你到这边来，如果这个数据变了的话，这个就是什么？它就叫做不规则的圆角。而规则的圆角在这一张面上面，比如说你鼠标放到这里，这个是26.497，你鼠标放到这里来26.497，你鼠标放到这里，你放到这里，你在这张面的任何一个位置，当它都是同一个半径数据的时候，这种面叫做规则圆角，知道吧？这张面叫做规则圆角，然后这种面它是圆弧面而非圆角面，能明白吧？这个是个什么意思？比如说大家都是就是你的现女友和你的前女友呢都是 B 罩杯，你的前女友是垫起来的，你的现女友是真的，这能一样吗？这不一样，能明白吧？只是从外表看上去，哎，大家都是这个大小，是不是？但是你自己是知道的，对不对？你自己是不是知道？能不能明白？也就是说，你像这张面看上去像一个圆角，但是你实际去测量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圆弧面，而它这个圆角它不规则，对不对？而这个面像一个圆角，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圆角，而我们这一个抽取虚拟曲线，它识别出来的就是这种，看到没有？这张面就能识别出来，这张面呢没用。为什么？因为这张面跟这张面它不是规则圆角，它只是一张圆弧面，只是这张圆弧面它们的半径是差不多在1毫米范围内。那我选择这张面呀，对吧？你选择完这张面以后，这张面的中心线就会被抽取出来。那么这里大家也要注意，当你的面是一个规则的圆角或圆弧面，它们有没有中心线？它一定是有一个中心点或中心线位置的。那么中心线的位置就是我们要找的，知道吧？中心线的位置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就是说这一条绿色的，通过抽取虚拟曲线，我抽取出来的这一条线就是我们要的那条线，而这一条线就会成为我摆正这个产品的参考。坐标直接放上来，对吧 ？GC 方向直接约束到这条线上，这个坐标直接给它挪动过来，知道吧？我直接就给你干过来，看到没有？现在我的 GC 方向对准这条线，而这条线能不能摆正这个产品呢，同学们？这条线能不能摆正这个产品呢？能不能？不一定，对不对？它这个一定吗？它不一定，知道吧？它不一定的。哎，你这个是拖车盖吗？是的。啊，你是做汽车模的吗？很少有人认识这个啊。
啊，这个就是那个汽车前保上面的那个拖车钩盖，前保险杠上面的，知道吧？其实我这里有2个，有一个是这样的，有一个是这种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这种的，知道吧？这都是属于汽车模当中的这种，就是说比较简单的吧产品吧，好吧？哎，今天不问大家都知道啊。其实我以前上课，就是说我在 VIP 课里面讲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会问一下大家，问一下学员啊，就是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产品？其实这个产品很好认，但是呢，不认识也没关系啊。可以，这是一个堵盖，对吧？然后这个顺其自然你也知道，对吧？可以。那这一节课认识这个产品的同学比较多啊。但这个产品非常小啊，在汽车模当中是属于小件的，在汽车模当中大家知道吧？在这种模具厂，这种产品是属于送的，能明白吧？你们送了没有？就是像你的公司如果是做汽车模的，你的老板接一批模具下来，像这种小的产品，你的老板他直接送，他不要钱，能明白吧？而汽车模的客户他买的不是产品，他买的是模具。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所设计出来的模式，在我们客户那里，他有2种购买的方式通用的。有一种是你的客户他买产品，这个产品他多少钱一个，他买，你生产出来了他买。还有一种呢是你的客户比较大，比较有钱的时候呢，你的客户他直接买模具，他把这个模具买回去以后呢，他自己生产，知道吧？那么买模具的就等于说是买断这一套模具多少钱，知道吧？买产品的呢是有一个最低标准以后的一个单价，比如说这个产品1块钱一个，我最少呢要5万个，知道吧？这个是2种我们客户在购买模具上面的就是不同的方式，能明白吧？能不能明白？买模具的要求就高了，这个不好说啊，这个我们暂时不讨论这里，好吧？就是你们老是把我带到其他的地方去了。这种产品都2、3种拖车盖一起分，这种分模也不难，知道吧？这个我们先把它移动对象，好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这个脱模的分析线我也找到了，这个不是分析线，脱模的这个线我找到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呢要去验证一下我能不能摆正它，知道吧？就是我要通过跟着这一条线，就是去做一个判断，这个产品呢能不能摆正，能明白吧 ？OK， 然后我们分析形状，斜率一下。这个其实能摆正的啊。购买产品不也模具成本在里面吗？是的。买模具的话，它直接就是连模具买掉嘛。你买产品的话，我不刚刚讲了，它有一个最低标准嘛，对吧？就是你的客户找你开这个产品的模具的时候，他会就是你的老板会跟他签订一个协议，就是我最少要多少个模，我最少要多少个产品，知道吧？比如说我最少要5万个产品，这个就是5万块钱。假设这个产品是1块钱一个的话，我这套模具我5万块钱已经赚到了呀。也就是说，你必须得要保证这套模具4万块、2万块、3万块，你要做得出来。你就是比如说你4万块钱做得出来，那么在它最低5万个产品的标准上面，我能赚1万块钱，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如果你的客户他突然他要6万个呢，那你多赚1万呀，7万个你再多赚1万，能明白吧？好吧 ？OK，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已经呢摆正了，对不对？是不是？这里我们有一个绿色面，看到没有？有一个这个绿色面，是不是？那么除了这个绿色面以外，我们其他的地方该是蓝色面，看到没有？这种地方规规矩矩的。但是呢，对于这个产品而言呢，有一个地方大家要注意看啊，这个位置，这个也是我们像这个汽车模当中这类型的，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拖车钩盖呢，它都会有这个地方都会有倒扣，就是这个位置，知道吧？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小的倒扣。什么是倒扣呢？就是这里是红色、蓝色、红色、蓝色，这个红色、这个蓝色夹带着在最顶部和最底部的红蓝面颜色的之间，这种地方就是倒扣。这个倒扣呢很简单，做结构、做滑块、做鞋底，对吧？这种倒扣是最简单的，知道吧？滑块鞋底你随便做，能明白吧？但是呢，优先考虑滑块，次于考虑鞋底。然后呢，像这个产品这一个绿色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摆正完了以后呢，做个小小的微调。就是呢，绿色面是怎么样，同学们？
绿色面是没有脱模角度的面，对吧？也就是我产品在离开模具的时候，这个面可能会怎么样呢？会刮伤或者刮坏。那么像这里的话，我们怎么做微调呢？首先我们找到这个格式 WCS 这个坐标，动态坐标，这个工作坐标啊。然后你在这个绿色面的边边上，你摆一个坐标，用这一个 XC 方向或 YC 方向呢对准，不是对准了，大概的能去对准这个地方，这里是绿色面对吧？我们转过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绿色面对不对？你大概的你给它对准，对准了以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产品做一个细微的旋转，也叫做微调。细微的旋转，微调是 0.5 度、0.1度、1度。在编辑里面，我们找到移动对象，选择产品，然后呢，将我们这个运动方式呢改成角度啊，这里。那么它的这一个旋转轴呢，以 XC 方向，看到没有？对准这道面的那个轴梁，然后呢点轴点的话，随便选这个中间，对吧？比如说 0.5 度显示结果，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个面就变成绿色红色面了？那么红色面的话，这道面是有脱模角度的，但是呢，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如果说假设啊，同学们。那老师，我这里能不能旋转1度，让这里的脱模角度更大？可以。我能不能旋转2度？比如说我旋转3度，对不对？同学们，这个地方改过来了没有？也改过来了。但是呢，大家看这个位置的面变成蓝色面了。那么在这里大家要知道，微调代表什么意思呢？微调是你既把这一张绿色面调成了你想要的那个状态，也没有怎么样的，也没有影响到其他的面，能明白吗？知道吧？能不能明白？那么像现在搞定了呀，就是说现在看到没有，我这个地方没有影响，因为在这里大家要知道，我这个面让它翘起来一点，我这一边就会倾斜下去一点，对不对？是不是？就是我把这个面调成红色面的同时，你不能说把这些面都搞得乱七八糟，也就是说你在不影响这个产品其他位置的脱模方向，它们面的颜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调整，你随便调，能明白吧？能扒模吗？难怪你面试6000块钱的工作面试不上啊！这都不知道你怎么面试上6000块钱的工作呢？啊，同学，能用微调解决的就不扒模，知道吧？比如说，还假设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微调这张面的时候，我只微调了0.1度或者0.5度，对吧？它对我们这张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吧？我把这边这张面调整成红色面以后呢，这张面颜色又变了，这边又变成了蓝色，像这种不能微调，对吧？是不是？那不能微调，那咋办？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案例，对吧？这个地方是绿色面，对不对？那像刚刚我们讲的一样，我们给它微调一下，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把这张面微调成什么颜色？大家知道吗？这张面微调成蓝色，对不对？我们这里呢，旋转轴改成 YC 方向，对吧？轴点就直接在这里，我们也旋转0.5度，搞反了，负0.5度，确定。那么我把这个地方微调完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地方蓝色面是微调到了，但是我这边看到没有？是不是？我这里又变成了红色面，那这就倒扣了呀。我倒不如怎么样？它本来它是个绿色面，像刚刚这个同学讲的一样，我给这个地方拔个模就完事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我们微调在这里，大家注意啊，所有的这种直身面、绿色面能微调的全部微调，但是呢，微调的前提下是不影响产品的其他位置的脱模方向、产品的颜色，知道吧？对，没有错。我们得看它是否对其他位置会造成影响。那不造成影响，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调一下呢？对不对？能微调的我们就不拔模，知道吧？这个加强筋拔模，对，没错。OK， 那这个案例，同学们，那我们这种方法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你这种状态，你找不到6000块钱的工作，同学啊，知道吧？你踏踏实实的，你花点钱跟我来学，如果你全职学的话，像你这种情况，3个月就能毕业，对吧？3个月以后你要找不到7000块钱的工作，我学费退给你，知道吧？你交5000块钱学费。我退5000块钱学费，我再退5000，我退1万，我浪费了你3个月的时间，我给你赔礼道歉，明白吧？知道吧？然后接下来同学们，我们呢再看，就是说同样的产品，我们再换一种方法，好吧？老师，你说能用滑块不用鞋顶呢，是
出于什么考虑的呢？滑块的稳定性会比斜顶要好，知道吧？对吧？斜顶它是一根这么长的杆子，它容易卡死，容易断裂，滑块不会，明白吧？滑块不会，知道吧？滑块它最多断什么？断斜导柱，斜导柱换一下很容易，但是你换斜顶那就不容易了，知道吧？换斜导柱，你换个标准件，你把它买回来割一下，倒个角就行了。但是斜顶你要放电，你要加工，对吧？你要现割，现割是很慢的，现割基本上是很多，就我可以这么认为的是我们所有机器当中最慢的一个东西了，知道吧？好吧，这里没办法，我只能给你简单的稍微讲一下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是用这个产品啊，我们再换一种方法，知道吧？我还是用这个产品摆，就是我们不用这个找虚拟曲线，对不对？我假设这个产品那没有这张面，那我怎么摆呢？就是我假设这个产品上面它是这种状态，但是我这个产品上面呢没有一张怎么呢？我这个产品上面我没有这张面，我也要去摆正的时候，我们怎么摆？能明白吧？这里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到底是行位的成本高一点，还是这个斜顶的成本高一点，好吧？这个东西我们暂且先不考虑它，知道吧？我们所有的基本上就是说，正常现象上面来讲，就是你们听我的就行了，知道吧？在正常情况下面来讲，如果要我们设计师，我们自己啊，我们模具设计师去决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会就是比如说你像这种位置能用滑块也能用斜顶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地方做成滑块，不会做斜顶。但是呢，它不关乎有一些特殊情况，你知道吧？能明白吧？比如说客户他要求你这里做斜顶，你的主管要求你这里做斜顶，那你就做斜顶。但是在我们设计师的角度上面来讲呢，因为滑块的稳定性会好一点，知道吧？它的就是说它的可能质量会好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更倾向于滑块，好吧？然后呢，有时候这个成本它是讲不清的，知道吧？接下来在这里大家再注意看啊，这种方法呢，它叫做二等分。二等分的这种方法呢，同学们，我不跟大家讲原理，只跟大家呢讲操作。然后这种方法呢，同学们，在我的 VIP 课里面，我的学员把它叫做万能法，知道吧？我的就是说这一种方法，在我 VIP 课里面，我们的学员呢，他叫做万能摆正法。万能摆正法，当然这个有点夸张啊，同学们，这个我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万能摆正法它并不是说什么你只要是个产品，只要用这种方法它就一定摆得正，不是这样，而是呢这种方法它很好用，知道吧？这种方法它很好用，像我一个学员做的这个笔记，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于产品摆正啊，对于我们刚刚讲的，看到没有这个案例，对吧？这里相对垂直两组四面法，对于这种方法在这里呢，这个笔记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啊。那么我们直接呢来看操作。首先呢，这种方法呢它叫做两组四面法，也叫做二等分。那么这个方法具体怎么去操作呢？同样的，我们还是找特征，是在产品上面找特征，知道吧？在产品上面找特征，这个特征怎么找呢？我们在插入的这一个拆分体修剪里面这个分组里面找到拆分体。然后呢，在拆分体里面选择我们要拆分的对象，就是产品。然后呢，它既然叫做二等分呢，就是在这里利用我们的工具选项二等分的方法呢，利用这个命令，在这里大家注意拆分体二等分。然后呢，在产品上面呢，找那一种能选得上的面，比如说这个面看到没有选不上，但是呢这个面选得上，然后你再转到这边来，这个面选得上 ，OK， 第一道就割出来了，知道吧？那么第一道割出来了以后呢，因为这种方法叫做在这里看到没有，它叫做两组四面，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一组面，这一组面是一张割出来一张面，对不对？那么这个两组四面法的名字，其中它就隐藏了一个什么呢？我们需要找一个相对应的，比如说两组四面法呢，我们要找两组面，那么这两组面呢，它有一个控制，就是要尽可能的成90度，这个同学们能理解吗？就是我割的第一张面是横着割的，那么我第二张面就要竖着割。那么我们第二组面，比如说我们还是选择这个产品，对不对？那么我们比如说，在这里找个面，再到这边找个面，我这个中间就会有，对吧？或者说呢，我在这个地方这里找个面，这里找个面，在这里同学们，
这种方法它的前提是你首先要找得到面，其次第二，你找到的这一些面得成什么呢？得大概成90度。也就是说，你这里横着割一刀，竖着割一刀，这个地方呢，它要成90度吗？它不要。你是92度、91度、89度、87度都无所谓，只是说呢，我们在用这种方法切割的时候，要尽量成90度，尽量，对吧？任何事情你尽力了以后，就算没有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状态也没有关系。那么你通过2等分这种方法割出来了以后呢，格式 WCS 里面的定向里面的自动判断就一定能放到这张面上，知道吧？能明白吗？你通过2等分割出来的这个面，这一张面一定是能够用格式 WCS 里面的自动判断能够判断到的。这个就同学们，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命令了吗？为什么一定要用2等分？你不用2等分，你割出来的面它摆得上坐标吗？它不一定。所以说这个就是同学们，比如说我这个坐标摆上了以后呢，移动对象，这种方法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呢，叫做砍2次，摆2次坐标，移动2次，知道吧？我们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一个动态坐标，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绝对坐标 ，OK 确定。那么移动第1次以后呢，那么同学们坐标再放到什么位置？因为我第1次是坐标摆在这里，第2次坐标就摆到这里来，知道吧？它没有什么先后顺序，你先移动哪里都可以，它们呢不会相互影响，只会相互成就，对吧？反正命令都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同样的命令在这一种方法当中呢用2次 ，OK。那么现在同学们，我们再分析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会神奇的发现，哎，它竟然摆正了，对不对？看到没有，同学们？是不是跟我们那个找虚拟曲线摆正了以后是一样的？啊，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方法有点小小的神奇，对不对？哎，怎么就摆正了呢？是不是？OK， 当然在这里呢，同学们还是那句话，方法呢跟大家分享了3、4种，对不对？但是呢，摆正一个产品的方法，它其实只要1种，并且呢，像刚刚那个有做汽车模具设计的，对不对？其实对于汽车模的行业来讲，客户会给脱模方向，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大家注意啊，比如说呢，他会给你一个这样的装配图，知道吧？就是我们的客户呢，他会给你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装配图，对吧？这一块的产品呢，全部给你们公司做了，能明白吧？就是全部给你们公司去做。然后呢，在这里有一个点呢，就是它在每一个产品上面，它会附带一个脱模方向。比如说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装配，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单独每一个拆下来去做这个模具设计，对不对？那么我这个产品拆下来了以后，它是不是正的？其实我不知道。那么有的客户呢，会把这个产品它的脱模方向，比如说它是歪的，对不对？那么他就会在这里留一条线，用这条线呢就能摆正这个产品，知道吧？但是呢，同学们得是大客户啊，知道吧？你像做汽车模的产品设计，80%以上他都是懂模具设计的，他不懂模具设计，他做不了汽车模的 A 面或结构设计，知道吧？能明白吧？也就是说，如果说看大家自己的一个择业，你如果做那种机壳类、家电类、玩具类产品，同学们，这种客户他不懂模具设计，他就不会把脱模方向给你，他就不会把产品摆正了给你，因为他自己都不懂，知道吧？如果说你做出口模，你做精密模，你做汽车模，对吧？那么你的客户比较大，你客户设计和要求的东西比较高，同时呢，你的工资比较高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客户他是懂模具设计的，知道吧？这里课堂上面有没有做产品设计想学模具设计的？有吗？有没有？有没有现在做产品设计想学模具设计，想学一下模具设计来辅助自己做产品设计的？有没有？有吗？有的话可以打个1，没关系啊。有一个，对吧？对，就是说，就是如果有这种同学，我也可以跟你们讲的很实在，就是你想要到达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你做产品设计的话，你必须要懂，知道吧？你必须要懂产品设计，模具设计。其实我有很多同事我有几个同事呢，都是从这个模具设计转行转到那个产品设计去了。
因为他懂模具设计，他会模具设计。其实对于模具设计以后想转行呢，转产品设计也其实是非常好转的，因为他懂模具设计，产品设计他稍微学一下就会了。因为归根结底，我们设计出来的产品你要能够生产，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就是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点。你设计出来的产品，你模具做不出来，你搞个毛，知道吧？这个大家能理解吧？所以说呢，第一个呢，同学们，模具这个行业，像同学们现在在学啊，就是现在同学们想学模具设计的话，打个1，好吧？啊，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首先呢，你们想不想学，我都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这个行业不好学啊，它不是说你花2天时间，你花1-2个月时间，你买一点课程或者你在网上面看一点课程，他就学得会。首先，同学们，你们想学也好，你们不想学也好，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老师，我干了8年的模具设计，在工厂里面，我干培训干了6年，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是14年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模具设计这个行业不好学。但是呢，至于你学不学，这个我不是说我不建议你学，我只是告诉你不好学，知道吧？这是第一。其实第二呢，在这里的同学们就是你要不要学？比如说这个行业毕业了以后，这个工资你能否满意，对吧？其实同学们，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在我们模具设计这个行业，1万到1万5，在当下这个年代问题不大。但是呢，做模具设计1万5到2万不好拿。这个就同学们，你是做钳工的，你是做加工的，你来学模具设计，我觉得啊，同学们，你首先要看到的就是这个行业，我做个2-3年、3-5年的时候，比如说我做3年以后拿到的工资是1万3，对吧？或者说拿到的工资是1万5，那么这个工资首先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了，你再考虑学，知道吧？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同学们，就是选择不对，努力白费，对不对？等一下你辛辛苦苦的，就是说你干了那么4-5个月，你学了将近1年，你发现这个行业的顶端它就在那里了，对不对？而这个行业的顶端你现在就已经拿到了，对吧？比如说，你说老师，我3年以后我的工资是1万3，对吧？老师，我现在我就拿到了呀，那我为什么要去学呢？对不对？这个就是同学们，就是很多同学其实他只知道他要学设计，他对这个行业他根本都他自己没有去分析过，你知道吧？以至于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你选择不对，你努力就白费，是不是？如果这个行业毕业以后，或者说你在这个行业你工作个3-5年、7-8年的，他的这个顶峰的工资，对吧？你能接受？比如说1个月你说做个几年1万5，你能接受？那没问题啊，对吧？那你就学呀。你接受不了，那你学个毛啊！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知道吧？能明白吧？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它可能你真的学了设计以后，它会改变你的命运，而这个命运你想不想改变，那你得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知道吧？你们来听了我的课，我叫秦宇老师，我在这个行业工作这么多年，我从来跟同学们上这么久的课，没有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聊天这个聊天窗口，没有人说这个秦宇老师是个傻逼吧？对吧？我在这个腾讯课堂上面，就我讲了6年的课，你这里大家可以看这个聊天记录，对吧？没有哪个学生说这个秦宇老师是个骗子，是个傻逼，对吧？他在这里骗你们，或者说讲的这些东西根本都不是工厂里面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是不是？没有人骂我吧？最少，对不对？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就同学们，如果说大家愿意相信我，我也希望能够，不管是在这个设计行业上面，还是说在你们择业选择这个行业上面，我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就是说我以我的经验，我把我的经验讲出来，你们信或不信，我已经尽量去把这堂课讲好，去帮助大家了，对吧？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如果你3-5年以后1个月1万3，1个月1万5，你觉得这个工资低了，那你就不要学设计，知道吧？1万5做模具设计1万5到2万的工资，我跟大家讲的很直接，你没有管理岗位不好拿，这个公司不大不好拿，这个公司你没有亲戚不好拿，能明白吧？你想要做模具设计，就是说拿个1万8，你最起码得是个主管，你知道吧？你是个组长都不行，你最起码得是个主管，能明白吧？你除了是个主管以外，还有别的方法，比如说厂长是你的亲戚，对吧？这个公司里面几百上千几千个人，厂长跟你有那么一丢丢关系，1万8你拿得到，知道吧？那么
换个角度说，老板是你爹，同学们，老板是你爹，你别说2万，你一个月拿20万你都可能赚得到，